说起来，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和各位分享机箱评测了，但今天我将再次开启机箱评测项目。那是因为这一次评测的主角是这款备受瞩目的联力 O11D EVO SL。作为一位长期使用联力 O11D 系列机箱的用户，我自认真的非常喜欢 O11D 系列的机箱。从最早开始使用的 O11D Razor 到后来的 O11D Mini， 再到我目前使用的 O11D EVO。每个版本都不断改进，给我带来了崭新的体验。因此，其实我非常好奇这一次的 O11D EVO SL 究竟还能再度进化成什么样的形式，所以就有了今天这期视频。首先说说它的体积 ，O11D EVO SL 的尺寸分别为522×304×531.9毫米，总体积约84升。作为对比 ，O11D EVO 则是约61升，体积大上了整整38%，但在视觉上并没有显得特别庞大。个人认为是 O11D EVO SL 的比例更加瘦长，显得更加耐看，而 O11D EVO 显得肥胖一些。那观众们是否又和我的看法一样呢？在材质方面，内部架构采用了铁皮骨架，而外壳部分则是使用了铝合金，而这一点与之前的 O11D SL 相同，并且外壳表面也和 O11D EVO 一样进行了拉丝纹理处理，而整体质感非常的出色。另一个亮点是 O11D EVO SL 提供了可拆卸中柱，而使得它可以完全展现机箱内部的透视视野。虽然之前的 O11D EVO 也推出了可拆卸中柱的版本，但它并不是原始的设计。而 O11D EVO SL 从底层设计中就考虑到了拆卸中柱后的稳定性，因此即使拆掉中柱后，稳定性依然非常好。在我个人拆卸这根柱子后，无论是在无柱子状态下的稳定性，又或是两片玻璃侧板的缝隙公差，个人觉得都表现得非常好。当然，这是以我手上的这一台体验为标准，而不排除会出现公差偏大的个案情况，因此这一部分还是以实际体验为标准。其他像是可独立拆卸的风扇和冷排支架，甚至是倒装模式等，都和 O11D EVO 相似，我就不再详细展开叙述了。与 O11D EVO 相比 ，O11D EVO SL 的改进之一是前置 I/O 接口的数量给到了一个 USB-C 口、4个 USB 3.0A 口和一个2合1音频接口，比起 O11D EVO 多给了2个 USB 3.0A 口，提供了更多的连接选项。当然也可以进行3种不同位置的安装选择，这一点也和 O11D EVO 是一样的。另一个是可调节主板位置的功能，这个功能从 O11D Mini 开始出现，而随后联力就推出了好几款机箱也都有加入这一项功能，但唯独 O11D EVO 是没有这项功能的，所以这对于 O11D EVO SL 来说也算是个改进，而且它的操作方式相比起首次登场的 O11D Mini 好了非常多，提供了最多3种位置的调整模式。同时 ，O11D EVO SL 在 PCIe 槽位挡板这边也进行了优化，在后方提供了2组螺丝固定，每组控制4个 PCIe 槽位的挡板，不再需要单独拧螺丝，提高了安装体验。像 O11D 系列这种海景放机箱本身就需要安装超多的风扇，而如何让安装风扇的体验变得更好，我想是每个用户都非常在意的体验。而 O11D EVO SL 的设计也进一步加强了风扇安装体验，让用户更轻松的安装多个风扇或冷排。除了上面的风扇支架能够拆卸方便于安装外，侧边的风扇和冷排支架也经过优化，使用了锁扣设计和手拧螺丝的安装锁。这种设计提供了非常出色的拆装体验，是我体验过那么多机箱中体验最好的一种。对水冷的安装更是有着非常好的体验，大大提升了用户的安装使用。此外，这回 O11D EVO SL 也特别照顾到了多存储需求的用户，在后舱这里提供了最多同时安装4个3.5寸硬盘和3个2.5寸硬盘的需求，同时2组3.5寸硬盘仓提供了快装设计，通过自带的SATA延长线模组连接上主板，硬盘只需要安装在快装板上安装上即可。
而 2.5 寸硬盘位这里与之前的 OLED EVO 上需要螺丝固定的设计也变成了磁吸式设计，体验也一并加强了。其他的部分都延续之前 OLED EVO 的优点，像是倒装模式和显卡侧装模式也都完全支持。特别是显卡侧装模式，这回的 PCIe 延长线足足有90厘米长，可以直接绕到后舱进行长线，并且还可以在显卡背面加装3把风扇为显卡进行散热。待会也会和各位分享显卡侧装模式下的散热表现。接着是兼容性 ，OLED EVO S1 支持最大 EATS 版型主板，顶部、侧面和底部都能支持3把44厘米风扇，同时也能够支持420规格的冷拍，并且相互之间完全不会出现冲突的问题。但还是要特别注意搭配的冷拍和风扇厚度，以及主板或是记忆体内存马甲的高度，或许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尾部则是支持最多2把12厘米风扇，但如果要在顶部安装上水冷的话，基本就只能够安装1把12厘米风扇了。个人觉得如果能够稍微加宽一些，兼容到14厘米风扇就更加完美了。CPU 风冷散热器限高为167毫米，绝大部分的风冷都能够支持，但空间容易并不多。不过应该没有多少人会选择购买 OLED EVO S1 来搭配风冷的吧？显卡支持的线长为460毫米长，理论上市面上任何一款显卡都能够支持。在我和各位分享 OLED EVO S1 的散热表现前，我这边也列出本次测试的硬件平台与测试条件，有兴趣了解的观众就自行暂停参考。这一次的散热测试采用了稍微有趣的方式，在360水冷统一安装在顶部位置下，进行了默认显卡直插模式和侧装显卡模式下的温度表现，来看看到底哪一个模式下的温度表现会更加理想。首先来看看 CPU 单烤模式下的表现，在进行 IDA64 FPU 单烤压力测试10分钟后，默认显卡直插模式下 Ryzen 9 7900的平均 CPU package 温度表现为92度，侧装显卡模式下则是上升到了94度，可见侧面风扇对于 CPU 散热的表现极为重要。而接下来进行双烤模式后，情况就有些不同了，两个模式下的 CPU 温度落差缩小到1度。但侧装显卡模式下的显卡核心温度则是比起直插模式下低3度，看来侧面风扇直吹显卡起到了明显的降温效果。最后再进行多一次单独显卡烤漆测试，果然侧装显卡的核心温度比起直插模式下的表现更好，和双烤测试时一样维持在3度的温差表现。从这项测试中就能够发现，对于 CPU 散热表现更为重视的用户会比较建议采用传统的显卡直插模式，甚至将 CPU 水冷改为侧装模式，这对于 CPU 本身的散热表现是能够起得到最佳的效果。而侧装显卡模式由于能够提供3把风扇进行直吹，因此显卡的温度表现反而比起传统直插模式下会更理想一些。但这一次测试采用的是上一代发热护旗舰显卡 RTX 3090 Ti， 而我们都知道上次系显卡的功耗和发热状况非常高。不过，即使它在 OLED EVO S1 内的表现，哪怕是传统直插模式下进行烤漆，也就只有71度左右。如果是换上如今的40系显卡，那么显卡的温度表现也会更加理想。因此，侧装显卡模式实际上更多是为了单独好看的外观，而对于如今显卡的散热表现来说，也就算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默认下的 OLED EVO S1 对于显卡的散热风道就已经很理想了。也因为如此，对于用户是想要更好的 CPU 温度表现，还是为了外观稍微牺牲 CPU 的散热表现，这就留给用户自行做选择了。和各位分享完它的散热表现后，我这边也录制了一共10把积木3代风扇在 OLED EVO S1 内的噪音体验，并且分别以全速2100 RPM 以及固定1200 RPM 的噪音演示供大家参考。
在给各位放出它的售价前，我先列出联力 OCED EVO SL 的基础参数，而这一些其实在官网上都能看到，所以就快速带过好了。联力 OCED EVO SL 分别提供了黑色和白色2种款式，关于各地区的官方建议售价，我就放在屏幕上给大家参考。有一说一，这个售价其实不能说它太贵，毕竟已经把各方面的机箱体验几乎做到极致。撇除那些每天说这体积过大或是讨厌光污染的玩家来说，这个价格还算是能够接受的。但是都卖到这个价格了，就不能够把全套附件都一并搭配在里头卖出来嘛？哪怕是稍微贵个10%左右，个人觉得还是会有不少人会直接下单的。但就目前这个售价，在购买了之后，还得额外通过 DLC 去购买显卡速插支架和侧装显卡套件，我觉得不少人会卡在这里下不去手。不得不说，撇开售价本身不谈 ，OCED EVO SL 整体体验，我个人算是满意，也符合我的预期。特别是我本就在今年6月的台北电脑展就看过实体机箱了，而这一次的零售版在一些细节上也进行了打磨，因此的确是能够感受到联力有认真把它给做好。但就是这个配件拆开的销售方式有点让我膈应，导致售价成了它最大的缺点。当然 OCED EVO SL 的优点非常多，但还是有一些细节的部分是能够处理得更好的。比如这拆开中柱后，如果顶部的设备挂得太重，也会造成一些形变，导致玻璃侧板盖上的体验会劝切一些。以及拆除中柱之后，2块玻璃侧板的缝隙处理会是考验联力生产品质的一环。虽然说我手上的这一台缝隙处理算是非常好的，但不排除会有其他表现不好的个案。最后就是市场上充斥着数不胜数的海景房机箱哪怕是规格做的比较好的，也有其他的友商的竞品选择比起以往来说多了太多。因此对于一些玩家来说，他们或许更想要看到和过去的系列有着不一样的 OCED 系列机箱。大致上这些就是我对于联力 OCED EVO SL 想要分享给各位的一些使用感受。当然其实这款机箱还有很多能够分享的地方，比如它对于分体水的安装有着更好的体验等，但碍于时间和体验有限，这回就不详细给大家展开分享了。不过这里我先立个 flag，要是这次的机箱评测体验的播放表现不错，我会在后期进一步跟各位延伸关于联力 OCED EVO SL 的其他装机分享，甚至包括分体水的装机体验也不是不可能的。另外在今年的台北电脑展上，除了 OCED EVO SL 外，也还有另一款全景房的 OCED Vision 应该也快上市了到时候也可以期待一下。OK， 这一次和各位分享联力新推出的 OCED EVO SL 机箱上手体验，有任何疑问或是关于 OCED EVO SL 机箱的观点，也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你的看法。最后也要感谢各位一路将影片看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些影片，也请记得点赞、留言、分享支持一下。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订阅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你的支持和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那么这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支持，我们下期影片再见。